大家好，我是张玉哥。我们现在回到了吉隆坡，我们今天是想要去看一看这里的房子。然后这里是我们来到了这个汇合广场，这里有一个小区，是朋友推荐还不错，所以我们来这里来见一个经纪人去看一个房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，其实是在这商场的这里面，我们是在这个 G 城，然后这个星巴克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前面而已，待会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这就是大门口，商场大门口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商场呢，其实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商场，里面的话就是会有电影院啊、超市、餐馆这些像是美容院、美发院等等，这些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，所以就是很方便，基本上你从单位下来，你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你所有生活必备要的东西。那这一个综合发展呢，其实是有概括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啊，例如像是这里这3栋其实是已经建成了一个写字楼啊，这里就是它的第一期发展，第一期发展就是先从写字楼再到商场，我们的公寓本身其实就是最后的。所以这里的整体配套呢都是非常的完整、齐全，再加上我们有直接连接的就是这个轻轨。对，轻轨，待会我也可以让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轻轨本身呢，往前乘搭2站就可以去到百威廉，那1站的话就可以去到双子塔。但是你从1站你到站之后下车还要走个8分钟左右，再到双子塔。对，你可以到双子塔。对，所以非常的靠近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市区的黄金三角地段，这里就是一个入口处。那如果说今天你开车的话，我们从我们公寓开车往前5分钟，也可以直接到达的就是那个百威廉商场。然后我们去双子塔，同样的也是一个5分钟社区，非常的方便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下这3栋大楼啊。这3栋大楼，第一栋这里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吉隆坡大学。对，吉隆坡大学。然后最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吉隆坡的市政局，吉隆坡市政局。然后最左手边的这就是国家发展银行。这些都已经是在使用当中。那如果今天说我们以投资角度来切入的话，我们这里这些群体就是我们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租客。对，那因为这边为什么我讲其中一部分？因为我们本身还有围绕这个非常多的写字楼，包括在非常市区的那一种商场啊、商业楼啊，都离这边非常的方便，都是一个5分钟社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这里的租客，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在这边上班工作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区更多是外派员回来，外派员就是从外国他们外派来这里工作，那他们肯定是要找地方住嘛。对。同时他们也不开车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轻轨这个部分？就是这样的原因就是造成有一种便利性。但是这里一个好处，为什么？我们这一个公寓本身是一个35层楼高。然后是一个永久地契的地段，就是说以后你可以传给你的孩子、传给你的孙子没有问题。对，过后呢，还有一个最好的一点就是，包括一个停车位。对，所以你不需要再额外的去购买，这些都已经是在跟你的房产证是挂在一起。停车就是在这2层。停车在地下嘛？对，它停车位的话就有地上5层，还有地下3层。所以非常的充足。就是我们刚才停车的这个。对，刚才你们经过的地方其实就在这个北门这里后面，那边才是公寓的大堂的部分。待会我也会带你们看一看，因为主要它为什么做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要跟商场的人做一个分流，就不会说有闲杂人等容轻易的进到你的公寓里面，对吧？对啊，它那个停车位不是我们刚才的停车位，它是单独的一个停车位。对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这停车位其实就是在里面是有遮挡的，并不是在路边的那一种。那挺好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这里6楼就有配套设施层，像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买房的话，泳池、健身房、多功能厅这些是标配，肯定是会有的，不怕开发商只是画个图而已，对吧？然后还有就是马来西亚没有公摊，那我们一房从62平米到137平米全是实用面积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这2房到底是有多宽对，所以这边不管是来自住或者投资，它都有它的价值在。主要一件事情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因为这边的单价，如果你还有看过其他的话，你知道我们这边单价是全吉隆坡市区最便宜的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如果以换算人民币，1平大概在17000左右。17000左右。如果是 square feet 呢 ？square feet 的话，大概我们讲1万块，1万块1平。那是square feet square feet 是你讲它的户型大小？不是 per square feet per square feet 是多少？因为我们刚去其他一家是按照 square feet， 他是说1000多一点，1100马币。1100马币，如果换算人民币大概也是1700。OK，对。
一下子转不过来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，那这边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？对，我们直接带你去看。让我们来看看这边的，这里是32楼，我们来看一个这里的样板间。哦，那127平两房有点挺大的，对。所以说这些相当于都是就精装是包含在内的。对，交付的时候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橱柜，包括上下、对电器这些都包，除了冰箱不带。冰箱不带。然后我们的吊顶、灯饰都带，除了这种装饰灯就没有。就除了这些家具没有。家具没有，那个包括这 U 型岛还是有的。这个有。对。然后洗衣机、冰箱这些。冰箱不带，其他都带。冰箱不带。洗衣机是有。你看它的层高也比较高，所以看起来整体很舒服。这个层高已经是把吊顶做好了。因为3米。这里马来西亚普遍是在3.1，那我们这里的话大概在3.3。如果它的客厅的宽度大概是约一个4米宽。我帮你开一个 A 阳台。想问一下，这是样板间吗？实体，只不过它来这里的就是家庭。这应该是主卧。然后空调这些都已经是包含在内。然后房间的话就是刷白墙这些它空调也不是中央空调吗？对，这里马来西亚公寓很少有用中央空调的。这个有意思这个不带。这个不带啊？对，这个衣橱不带。然后它的实体墙其实是在这一部分。所以你想象它的整个空间感非常的足，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设计。然后这个床也是没有的。对，床这些它有自己家具的。对，可移动家具就不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看。别家具，那这些墙都是这样装修。墙的话是刷白墙，这是墙纸。刷白墙但是厕所这些都有。对，厕所配备我们所看到的这里都有，除了就是静止的那个柜，还有下面的柜体是没有的。这个没的。这个有洗手台。这个有，就这个柜子。对，跟上面这个没有。这个有的，这柜子没的。对。包括瓷砖我们已经是贴好了，贴到底。然后热水器也是切入式。然后是另外一个房间。这个房子还能自己再改一改吗？比如说改成3房什么的。是可以，但是马来西亚的房子更多是因为它这些是承重墙，你敲不掉，你只可以把它隔起来。只能隔起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户型来讲，如果你隔起来，是另外一个，可能就少了一点透光性。就是我们讲为什么以民宿要来做经营的话，它是以床位来计算嘛。你想象一下，那一个次卧我基本上可以放4个人的床，主卧我可以放个3到4个也是没有问题。你看那个回报率，我们已经计算过，可以达到7%到8%。这是朝北一个景观。对，这边是朝北的，那朝北应该是看不到那个双子塔。是双阳台，刚才说对的，那边有一个排水的。比较好是吗？好像有点这边是这里最大的一个户型，有137平。然后这个是实用面积。这边都没有说那个公摊面积，厨房、客厅，这边还有一个阳台。这个其中一个卧室，但是它就是只有2个卧室。对，这里因为本身以前在百威廉还没有起家的时候，这里就是市中心。只是说因为百威廉有了之后，它就把人流开始往中间那点移去了。我们刚才开个地方要把东西开始。回来，以前疫情的时候大概这是一个意思的一个户型，所以好多人买房那时候。这个是我们62平米1房单位。这个是要买房子这样的了。没有，这一个已经是换过颜色了，但这一个实际的话是跟刚才那个奶白色是一样的。交付的时候是奶白色。这个一房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它是长条形，62平米有阳台，都是电磁炉。对，电磁炉。这是一个样板间。所以这边也都是刷白墙。对。这就是一室一厅。对，一室一厅。然后它房间的位置也非常的宽，放下一个那个我们讲2米的床都没问题了。
可以看到刚才这3个楼梯呢，那边比它就是高的，这3个就是高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健身的这个牌子是健身器材里面最高级的。啊，这东西都是品质比较好。健身房。那个游泳池晚上。泳池区。然后这里还有就是它的桑拿房在里面的，啊在它那个换衣间里面。这边有个桑拿房。你那你进去吧，你进去。这边有一个儿童活动室。这有个烧烤区，这有一个儿童游乐区。这是他们的大堂。我今天就来吉隆坡看一下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Armani Residence 这个小区。对，这是一个户型 B， 所以这些电器都是有的。有啊，所有像我们看到的都有啊。对，我们这所见即所得的这些拎包入住的，这是一个样板房。它这个房子的话要2026年才完工。就这样的一个户型，属于酒店式的这种公寓。不用脱鞋。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。这里是卧室，这里是浴室。它厕所其实很大。对，还挺大的。蛮大一下。对。再看看。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的，好像这些像这些摆件这些应该是没有。摆美的应该是会有点变化啦。有点变化。这边相当于这边也是一个厨房。你来看，发现这边就是一个门。对，这边一个门，对。对，它这个户型呢，就是有2间，然后呢就可以，也可以单独分开租，然后也可以合在一起租。这样的。这边好像稍微大一点哈，比那边。感觉是客厅。它这个家具，因为那些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家具吗？对，一模一样的。除了这样的那些小东西对的。这是卧室。就是这个桌子，对，一样。然后是没有阳台，对吧？没有阳台，可以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户型的 layout 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左边有一户，右边有一户。其实它差不多都有那个厕所和 kitchen， 所以可以分成，它中间他说可以隔断，然后就可以租成2间1室1厅，或者直接租就是2室1厅，或者你也可以自己住一半，然后给那个游客来住一半，就还比较灵活。那个面积是60平方米。我们在吉隆坡看了2个公寓的房子，然后这里来总结一下，外国人要如何在马来西亚或者吉隆坡这个地方买房。首先呢，在吉隆坡，外国人买房是有一定的要求，房屋的售价必须是在100万马币以上。但这里也有一个小 tip， 就是说，它这个100万的话是指它的叫什么合同价，就是说它的相当于建议售价，但实际给你的价格可能会低于100万，但是他们报给政府也是100万，所以说实际你到手的价格的话可能会低于100万，然后也是可以买的。外国人也是可以贷款的，你可以先付一个首付，然后再分期付款或者是贷款。就比如说一套房子的价格，如果它的合同价是110万马币，它这个打折之后呢，有可能就可以到80多万马币。你需要付一个大概10%的一个定金首付，剩下的钱呢，你如果是不是贷款，它也不用说马上来付，你只需要在
3个月以内把剩下的90%付清就可以，不用一次性付清。或者是如果你要贷款的话，那就是看你的贷款的年限。这里再说一下其他的一些费用，运营的费用，比如说那个火灾保险、地税以及门牌税，这些马来西亚算的比较少，大概是3000马币一年。然后有一个契税，是地契是一次性的一个税，是交给政府的，那个是3万马币。还有一个物业费的话，物业费就取决于各个小区里的那个设施的情况。如果你有那些设施比较多，有泳池啊，还有健身房啊，还有其他阅读室啊，那些比较多的话，那可能会比较多。但平均下来大概是400马币一个。这边的地产商还帮我们算了一下这样一个投资回报率。你也可以长租或者短租，大概像刚才那个房子，如果长租的话是按3200马币一个月，这样的回报率大概是5%左右。如果是短租的话，假设能够租出去20天，以280马币一天来计算的话，这样的长租的收益一个月是在4000马币，回报率是在6.4%。好了，那这就是在吉隆坡如果有兴趣投资买房的话的一些基本信息，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